6年關店3萬家，曾經的打工人食堂，沙縣人的死對頭。黄焖雞米飯是怎麼把自己捲成這樣的？要說靠着食品安全評發都能整出一部連續劇的餐飲，黃焖雞米飯絕對當仁不讓。什麼外賣吃出老鼠，20人集體中毒，剩菜回收再賣，一系列操作直接讓黄焖雞火爆全網。從2013年，黃焖雞就開啟爆炸式的開店，不到半年時間就開遍全國200多座城市，巔峰時期門店數量超過10萬家，在商業街每隔500米就有一家黃焖雞，更是在全國開啟無死角的開店，和蘭州拉面、沙縣小吃一同稱霸了小世界。靠着高性價比加强饱腹感，以一人一鍋的形式滿足了年輕人需求，創造出高達100億元的年營收額。可就是這麼牛的黄焖雞米飯，從爆火到凉只用了6年時間。如今年輕人集體脫粉，靠着一塊雞肉撬動了全國的快餐小吃，黃焖雞米飯怎麼就把自己逼上絕路了呢？1927年，在濟南一家名為吉林園的魯菜店，有一個菜系叫百草黃焖雞。當時的銷量雖然可觀，但也只局限於山東。到了2011年，投資粵菜餐廳失敗的楊小璐決定改行，意外發現山東人吃黃焖雞就跟涼拌黃瓜一樣，幾乎家家會做，可始終沒有走出山東。於是他在百草黃焖雞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改良，就制作出了如今風靡一時的黃焖雞米飯。試想一下，一份黃焖雞有肉有菜還有米飯，有哪個中國胃能拒絕得了？有了這樣的信心，楊小璐就找朋友一起創辦了一家僅有18平的小店，並取名楊明宇黃焖雞米飯。起初生意並不理想，一天只能賣出幾份，可誰也沒想到1個星期後，小店生意直接爆火，每天至少都要接待100張桌子。僅2個月後，杨小璐就萌生了開遍全國的想法。由於黃焖雞制作簡單，只需要把醬料、雞肉和各種菜系按照比例扔進鍋裡，不到5分鐘就能做好，材料成本不到5塊，也完全不需要老板有廚藝，關鍵的就是醬料。于是楊小璐在成立品牌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濟南創建一個醬料工廠。這樣一來，哪家門店都是一個口味，而且楊小璐設定的加盟費只有2萬元，再加5000的保證金即可。有了價格和口味上的支撐，一時間楊明宇黃焖雞米飯開遍全國。到了2016年，门店已經超過6000家，同時越來越多的小品牌黄焖鸡也衝出賽道。一些店主為了一店多用，開着黄焖雞，捎帶還賣着過橋米線、早餐烤串等，坪效直接拉滿，既能滿足老板多賺錢，又能滿足顧客吃口有肉的便宜飯。黃焖雞的確做到了2頭都討好的效果。有了這樣的餐飲環境，黃焖雞很快在快餐界捲出了頭。但隨着體量大規模增長後，如今的黃焖雞米飯卻陷入了無人問津的瓶頸期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網友們對於黃焖雞米飯越來越不滿意了。之前用的新鮮雞腿換成了預制雞塊，醬料也換成了3無產品，甚至是自己勾兑，而最經典的砂鍋也換成了塑料的。消費者吃到的早已經不是當年的黃焖雞了。更扎心的是，它不僅變得難吃了，還变得更貴了。10年前的黄焖雞，雞肉又大又嫩，只要9塊錢。如今黃焖雞米飯已經開啟了5.0時代，一份賣出25，裡頭卻只有5塊碎雞肉。打開購物平台，搜索黃焖雞預制菜，10包黃焖雞49塊9，買的越多，價格就越低，1包4塊9，到了店裡卻敢賣你25。換作是你還吃嗎？有些店雖然不去網上買，但卻一次性購買半個月的用量，提前將雞塊燉出來放在冰箱，可半個月後拿出來，這樣的雞肉早就沒有了雞肉味。但這也只是它低質量的一面，而真正讓黃焖雞徹底翻車的，還是它的品控問題。今年的315，多家楊明宇黄焖雞米飯被曝光。在河南的一家楊明宇黃焖雞店，記者暗訪發現其後廚的衛生狀況簡直令人作嘔，發酸的食材存放多天還要繼續使用，顧客使用後的剩菜香菇回收起來再加工售賣給下一位顧客，就連隔夜發黑的雞肉也不放過，加上色素後冒充新鮮雞塊給顧客。視頻中的阿姨熟練的操作，顯然這已经不是第一次幹這種事了。而關於黃焖雞的食品安全問題，此前就有多家杨明宇门店因髒亂差、餐具抽檢、不合格等問題進行了處罰。還有去年9月，鄭州一家公司午餐時統一訂了51份楊明宇的黃焖雞米飯，結果就餐後就有超過20人集體食物中毒。然而總部卻睜一只眼閉一只眼，屢屢不改。這些負面新聞的曝光，使得黃焖雞口碑直線下滑。許多顧客表示，這以後誰還敢吃黃焖雞米飯了？當然，黃焖雞走到如今地步，也怪自己的菜品單一且容易複製。前面我們已經講到，黃焖雞之所以能開遍全國，靠的就是口味符合中國人的胃，以及簡單易上手的制作流程。可如今打開某書平台，搜索黃焖雞制作教程，閱讀量已經突破3億，人人都會做的黃焖雞，一些小吃店自然也能做，包括沙縣小吃和蘭州拉面。之後也都推出了自己的黃焖雞米飯，再加上黄焖雞的定位，本就是給打工人的窮鬼套餐，消費者在哪裡吃都一樣。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，黃焖鸡米飯想要活下去，只能依靠外賣。於是很多店鋪紛紛拋掉門面房租，轉戰地下室，開啟了外賣店。而在外賣小哥最不推薦的外賣單品中，黃焖雞米飯成功拿下第一。菜品不僅是預制，環境更是差到外賣小哥都不想進門。如今的黃焖雞米飯，無論是品牌店還是山寨店，又或者是其他餐飲中夾雜着的黃焖雞，在今年的315過後，銷量直接下降到幾乎無人在吃。這樣黃焖雞想要重新出頭，簡直比登天還難。不過作為全民小吃的黃焖雞，知名度的確高，想要徹底翻身，只是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。首先就是食品安全和衛生情況，緊接着就是店內經營模式。這一點可以適當的
去找同行取經。比如當下爆火的费大廚，靠着一道辣椒炒肉，每天都被食客擠破门槛。但这并不是他爆火的關鍵，而是在这裡，消費者不僅能吃到辣椒炒肉，還能吃到更多菜品。作為只靠着黃燜雞開店的楊明宇，就算沒有食品安全問題，遲早也得死在菜品單一的路上。而且在當下預制菜橫行的年代，費大廚作為菜系餐飲也堅決抵制預制菜。黃燜雞要想改頭換面，就要換掉預制菜，就必須打出自己是現做現炒的招牌。畢竟現在的黃燜雞已經成了預制菜時代最早的犧牲品。